哼，这么高清，哪家狗仔拍的？该不会是你自己吧？还得是阿莲啊，老婆出轨亲自取证，你这心理素质是够强的呀。我早就说过，女人的爱啊，就像水池里的泡沫，千万不要相信。你倒好，为了他放着家族企业不要，非要跟他一起去学校当一个普通的导师。行了，都少说两句。阿莲，你一通电话，我们连夜坐飞机从国外飞回来。说吧，你想做什么？我们一定帮你。还用问吗？肯定是想让我们出招，帮他挽回那个女人呗。你要真是想抢回来她，我们可以帮你把路，扑到她跪着回来为止。我可以帮你把小三收拾一顿，保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误会了，我不是要挽回他，我是要和他离婚。你要离婚？舒远，我车去做保养了，我就先开你车回家了。导航回家。好的呢，准备出发，已为您定位到书院与燕子的小家。喂，舒远，燕里是谁啊？燕里是我今年新收的博士生啊，老公，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没事儿，我刚刚导航回家，你的导航被人设置成你和他的家。你说这个呀？上周学生们借我的车出去玩，估计是年轻不懂事瞎设的，回头我说他们啊。好，我知道了。出发。抵达目的地，书院与燕里的小家。我们的沈老师忘带门卡了。师长，您怎么来了？沈书院的导航把我导到了这里，而我又在这里见到了你。解释。师长，是这样的，上周我们师门聚会，地点就选在了我家，刚好把沈老师的车开了过来，所以导航可能就自动记住了我家的位置。干洗的衣服。女朋友的？是啊。沈书院也有一件一模一样。你说这世界上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徒燕里，从今天起由我罩着她。喂，阿莲，我听燕里说你去他家了，还说了一些奇怪的话。这段时间我太忙，让你没有安全感，是我的责任。但你相信，我只爱你，并永远忠诚于你。哼，这么高清，哪家狗仔拍的？该不会是你自己吧？还得是阿莲啊，老婆出轨亲自取证，你这心理素质是够强的呀。我早就说过，女人的爱啊，就像水池里的泡沫，千万不要相信。你倒好，为了他放着家族企业不要，非要跟他一起去学校当一个普通的导师。行了，都少说两句。阿莲，你一通电话，我们连夜坐飞机从国外飞回来。说吧，你想做什么？我们一定帮你。还用问吗？肯定是想让我们出招，帮他挽回那个女人呗。你要真是想抢回来她，我们可以帮你把路，扑到她跪着回来为止。我可以帮你把小三收拾一顿，保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误会了，我不是要挽回他，我是要和他离婚。你要离婚？你要离婚？你终于舍得离婚了，离婚官司我来打。给我3分钟，我能推进系统，找到他们近半年的出轨证据。我负责启动资金转移程序，沈书院名下的股票、基金、信托，都是你给他的，我帮你全部拔回来，他一分都拿不走。我还是可以帮你把小三收拾一顿，替你出口气。找到了，你们看，我黑了沈书院与宋燕里的社交媒体，找到了他们恋爱小号。2023年5月16日，你在酒店楼下准备婚礼的那一晚，宋燕里与沈书院在楼上客房。2024年4月19日，你心脏病发，在医院抢救的那一晚，他们在隔壁病房卿卿我我。2025年5月14日，你车祸重伤，引发江爷爷病危那一晚，沈书院带着宋燕里去见了江爷爷。我像一个小丑一样在他们的剧本里跑一趟，我还天真的认为我是拥有爱情的男主角。这么多证据，足够锤死他们了。还有，左边是宋燕里准备答辩的博士毕业论文，和右边是阿脸即将发表的顶刊实验数据，基本吻合。这不是基本吻合，除了引言，还有最后的致谢文，核心数据表格、理论分析、结论推理，完全一样。这段时间江脸实验室数据有精进，你记得修改。别害怕吵，夫妻一体，他的就是我的。可是我听说这些东西都是江教授即将发表的研究成果。他的学术论文年年都有，你的毕业论文可就只有一次，他让给你是他的荣幸。所以沈书院他不仅出轨，还妄想盗取我团队多年的结晶，去给他的新上任做攀高的阶梯。
做梦！学术上的事还得你说了算。韦院长，麻烦你明天帮我安排一下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什么？你亲自来现场？对，我会亲自过去。行了，我到家了，你们也先回去吧。我回去收拾东西，事情就按咱们今天说的办就行。你放心，离婚的程序就交给我们推进。明天的毕业生答辩，千万不要给他们留下任何颜面，一定要狠狠揭穿沈书院的假公济私，还有宋夜里的无耻抄袭。放心吧。没错，就是这样。老师，我今年能不能当老师啊？瞎说什么啊？别忘了，在学校里那个答辩，我肯定有信心能弄好。别贫嘴了。江脸啊，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打扰你们了。没有没有。师长，您这是哪的话？沈老师今天在帮我看毕业论文呢。既然你回来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就先走了。别，明天就是燕里的论文答辩了，事关重要，他再待会儿。师长，您不会介意吧？我为什么要介意？江脸，你不介意就好，毕竟我们只是在讨论学术。他愿意待多久待多久，但这衣服是我的，脱了。师长，我的衣服不小心弄脏了，沈老师他才给我拿你的衣服穿，对不起，都是我不该。江脸，干什么？夜里不过是揭穿一下你的衣服，你就这样羞辱他们？沈老师，你别这么说，师长他可能就是心里不舒服，我没关系的。那就脱。江脸，你要闹什么冲着我来，不要欺负我的学生。老师，你们夫妻两个别因为我一个外人闹得这么不愉快，我脱就是了。江脸，你今天真是太过分了，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你吗？他今天发什么疯？凭什么那么对你？老师，你别生气，我忍一忍就好了。你放心，我今天一定好好教训他。Such a never-breaking silence, can't you see? Was born in, I don't pray, I don't beg, it's so true. Drink it up, all I got, break it up, all you need. Why you're not my love? Waiting nothing away. 江脸，疯了！ Reveal my secret, call my name.
他烧的是我的电脑论文和资料。江莲，不要！江莲，你干什么？我明天还毕业答辩呢。今天真是太我怎么答辩啊？江莲，救命啊！车已经备好了，我们直接去答辩现场。还好论文都有备份，不然昨晚真的就完蛋了。你放心，他作案那样过分，我不会让他好过。不过，我估计他应该是知道了些什么。他该不会已经知道我们？可能不止。他蓄意搞破坏，偏偏烧掉了电脑和论文，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已经知道了论文的事。那怎么办？他会不会去答辩现场指认我剽窃抄袭啊？他确实是想，我刚刚已经跟院长通过电话，他说他要亲自出席。那我岂不是？你不会有事的，因为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我买通了一个司机，安排在学校附近，一旦发现江磊的车牌号，立马制造车祸，务必把车里的男人绊住。怎么是个女的？你是谁？车里面的男人呢？是找我吗？你猜的还真是没错呢。你怎么了？西西，你车技怎么样？ F1赛车手级别。那这个车你开，你把你车钥匙给我。那你想做什么？沈书燕她不傻，多半她已经猜到我这段论文的事。她为了保住她小情人，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我出席。好啊，那我们就将计就计，瓮中捉鳖。那人抓到了，怎么处置？要不丢河里喂鱼？饶命！饶命啊！手机呢？在这儿。给你的金主打电话，说事情已经办完了，人送到医院去了。先废你一只手！你那只手要是不能打电话的话，是不是留着也没什么用？我打。喂，办的怎么样了？办妥了，已经办妥了。那个男人已经被送去医院了。办得很好，钱我会让人打到你的账户上。大家久等了，我现在宣布，博士生宋艳礼的毕业答辩正式开始。各位，接下来将由我给大家介绍我的毕业论文研究成果。现在可以放过我了吧？当然不行了。放你走，让你去跟那个女人通风报信。现在是怎样？过去揭穿那对狗男女？不着急，让子弹先飞一会儿，等我抽完这根烟再说。抽什么烟啊？抽我吧，先生。喂，你。
各位，综上所述，我的研究成果成功解决了 CAR-T 细胞治疗实体瘤的多把效应，以及微生物环境抑制肿瘤的2大瓶颈，这些都可以用来商用，或者是量产。如此精确的实验数据，是一个博士生能做得出来的吗？是，以这篇论文的质量，足够拿去国际申请，实在远超一个毕业论文的水准。宋燕里的论文很有价值，极富创新性，各位同行切勿嫉贤妒能。我们不是嫉贤妒能，只是这太不合理了。他可是我的爱徒，有任何的科研成就都不意外。更何况 CAR-T 细胞研究方向，放眼国内外，没有人比我的丈夫江里更有成就。这份论文他看过，他说宋燕里是继他之后的第2个天才，有他的背书，我想各位应该没有异议吧。沈教授，江教授真的亲口认证过，这篇论文没有问题。千真万确。走吧，到我发言了。有沈教授和江教授的作保，这个宋燕里应该确实是厉害呀。这论文怎么和江老师带我们做的一模一样？是啊，宋燕里用的数据分明是我在实验室测算出来的。是不是搞错了？这实验成果明明是我们的，是不是江老师假公济私，把我们的成果给了沈老师，沈老师又给了自己的学生？别胡说，江老师不是这种人。可是沈老师和江老师是夫妻，宋燕里窃取我们的论文是事实，而且你看，江老师根本没来到现场，肯定是做贼心虚，没有脸敢见我们。各位，没有什么问题吧？那么我宣布，毕业生宋燕里毕业答辩获得一致通过，大家没有任何异议吧？那么，鉴于博士生宋燕里研究成果有目共睹，我提议破例允许宋燕里留校任教，大家也应该没有任何异议吧？那么我宣布，宋燕里毕业答辩圆满结束。我有异议。他怎么来了？我，本校终身荣誉教授江里，我有异议。是江老师。江里，闭嘴！江教授，您怎么？我对宋燕里的这篇毕业论文提出严重的质疑。宋同学这篇论文的核心数据和我实验室的论文研究完全一致，它记录于3月17日凌晨2点08分，地点1大肿瘤研究所3号生物安全 P2+ 实验室，操作者我本人。果然，宋燕里就是抄袭的。他真是疯了，竟然敢抄到江教授头上，而且直接到了实验室成果。宋燕里一个学生哪来的这些数据？一定是沈教授偷偷给的。沈教授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就因为他跟江老师是夫妻，就可以随意窃取人家的成果吗？江里，够了！沈教授，你是宋燕里的导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给我们一个解释。你刚刚还说江教授亲口认证这篇论文没有问题，我们合理怀疑你刻意纵容宋燕里抄袭，还为其打掩护。沈教授，这是严重的失德。
如果这件事属实，不但宋艳礼毕不了业，你也会被学校撤职。是的，太鬼失德了，这样。要这样，太贵了，这人真不要脸，就是不贴嘛。弄出来的。各位，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这里面有误会。江离，这里是学术场，有什么误会？我们没有什么误会。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敢负责任。沈教授，你敢吗？江离，你非要这样咄咄逼人吗？你明知道今天对燕里有多重要，你非要毁了他不可。你还真提醒我了，那就让宋同学自己亲自说一说，为什么他耗时1年，独立完成的重大创新成果，会跟我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一模一样。江教授，我知道沈教授对我爱护有加，你一直都心生怨恨。但是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毕业典礼，你不能因为一己私怨，因为自己仗着就是教授，对我随便进行诽谤或污蔑吧。他说的也有道理，江教授提供的证据说不定也是 PS 的。对的，最近我就是收到风声，就是因为沈教授太爱护学生，江教授没少生气发火。据听传，沈教授对宋艳礼更是羞辱打压。那这就合理了，江教授出于自己的私人情绪，故意在宋艳礼的毕业典礼上闹这一出，给他难堪。这可是毕业答辩呢，江教授这么做，不明显用自己的身份欺凌同学吗？简直太过分了！蠢货！啊！宋同学，你说我诽谤你，那么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实验室里？你为什么要用你的手机拍我的实验数据？同学们，这条视频是我从咱们学校监控室调出来，不存在任何的伪造性。我实验室门口的监控摄像的确是坏了，监控坏了，那你怎么？但谁又告诉你，我实验室只有你自己？雪中阴山，哇，这小子这么大胆，居然上门偷取实验数据，这还想不想毕业了？刚刚还阴阳怪气往江教授身上泼脏水，真是不要脸，我差点都信了。宋艳礼，我需要确认一下，你的论文标注的原创实验的核心数据，是不是来源于你本人独立实验结果？是我独立完成的。那你如何解释你私自前往江教授实验室的盗摄行为？是我让他去的。那天我跟江脸居家办公，江脸临时需要实验室材料，正好艳礼在学校，我就让他帮忙拍摄，发送过来。所以，这并不是大家所想的盗摄，而是合情合规的帮忙。你们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吗？你干嘛？我去撕烂他的嘴！坐下，西西。江教授，沈教授所说，你作何解释？沈教授，你觉得光凭你一张嘴就可以颠倒是非、粉饰太平？江脸，我知道你最近情绪不稳定，这些日子我全心全意地指导艳礼写论文，冷落忽视了你，让你受了委屈。但再怎么样，你也不该如此置气，诬陷艳礼。我告诉你，真的他假不了，假的他真不了。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那么好，我奉陪到底。你要干什么？各位教授，各位同仁，学术之争向来最公平的解决方式不是口舌之争，所以我建议进行现场学术检验。宋同学不承认盗取我的研究方案，沈教授不惜撒谎去袒护。那么好，我们不聊这个论文，我们也不聊这些数据，我们只验证一点，就是宋艳礼同学是否具备独立完成研究的能力。学术检验本来就是答辩的一部分，这个提议合理。如果宋艳礼真有真才实学，这对他而言反而是个澄清的机会。宋艳礼同学，你是否同意接受当堂检验？
我同意。第一个问题，你论文当中写着 CAR-T 细胞对实体瘤的关键性作用是什么？通过改良 CAR 结构，降低脱靶反应。不错，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结构，而不是文献当中第4代方案？因为第4套方案会产生过激的免疫风险。哪些实验可以证明这个？是哪个实验？这个问题对于这篇论文来说是1+1等于几的难度，这他都答不上来，是不是太紧张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再往下看看。第二个问题，第3组实验小鼠在第7天的时候，突然出现细胞因子风暴，你论文当中显示不可控变量，那么我问你，实验室当天具体发生了什么？因为操作不当导致的数据显示异常。错，那天的问题是共刺激信号过强。这不是最基本的问题吗？连我都知道答案，他还答错了。这种程度的问题都答不上来，他这个博士真是白读了。教授还想让他留校任教，出任学校导师，这样的人都能出任学校导师，这是滑天下之大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让你把原始的所有数据都给抛出去之后，再去做实验，你的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艳丽，说话呀！沈老师，我不知道。沈老师，我不知道。不知道。各位都听见了，太离谱了！他说什么？他说他不知道。这不是紧张，这也不是临场失误，一个连最基本的实验逻辑都捋不清楚，你怎么会写出一本完整且复杂的论文？这就好比一个不会加减法的人，突然之间写出了一篇高等的数学文案。一项真正由本人完成的研究，你可能忘了参数，也可能忘了数据，但你绝对不会忘记你怎么一步一步是如何到达结论的，除非是从一开始，这份论文就不属于你。有些廉价的东西，你可以偷得走，但真正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想偷，你想抢就可以拿走的。本次当场检验足以证明宋艳丽同学并不具备科研的能力。我宣布，本次毕业答辩不予通过。我反对。陈教授，你最该考虑的不是反对，是该如何解释为什么会把这样的学生推到这里。各位教授，在你们做出不可逆的决定之前，我申请暂缓裁定。沈教授，你刚刚分明已经目睹了宋艳丽的能力表现，我们作为本次答辩的评委，已经给出了结论，你没有任何理由阻挠这种结果。我是没有理由，可是宋艳丽她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学生，她还是顾崇明院士的关门弟子。顾院士，那可第一大的祖师爷啊，4次点名诺贝尔医学奖，还发明了治疗癌症的特效药，是公认的世界医学第一人。听说顾院士非常严格，能被他收为关门弟子的人，必定是医学界的天才。没错，正如你们所说，顾教授从来不轻易为任何一个学生背书。如果宋艳丽真的毫无能力，顾院士不可能收她为关门弟子。今天你们的一致不通过，毁掉的不是宋艳丽，而是顾教授的声望。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你们谁敢动宋艳丽，谁就是跟顾教授过不去。江脸，你以为你赢了，可惜在绝对的权威面前，你什么都不是。沈教授，你说的事关重大，我们必须确认宋艳丽是不是如你所说，是顾崇明院士的关门弟子。当然。
这确实是顾院士的签名啊！是的，我听说过1年前顾院士他老人家起草了一份培养函，说是在意大利发掘了一位天才好生。意思是宋叶礼是顾院士认准的好苗子。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顾崇明什么眼光？是不是老眼昏花了？居然会看上宋叶礼这个人，还有一个脑子当摆设的人，怎么可能被选为关门弟子？不错，事出反常必有妖。小莲，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做顾崇明的关门弟子？老公，这是什么呀？这是顾院士给的。顾崇明院士？对，算是个特别培养通知书吧。这可是天大的荣耀啊！怎么不填名字？我不想。为什么？我还是更享受通过自己慢慢的出成绩，而不是靠谁的背书走谁的捷径。哎，对了，我要去趟实验室，你自己在家休息。所以，大家还是认为宋燕礼没有资格通过这次答辩吗？沈教授提到的顾崇明院长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学术权威。既然如此，我提议现在就给顾院士致电，向他明确核实他老人家是否收了宋燕礼这个关门弟子，以及宋燕礼同学是否具有合格的科研能力。好，我现在就给他打回去。你，江教授，你的号码是不是顾院士本人的号码？我确认。那就请江教授现场拨通电话。真的打了？沈教授的脸色好难看啊！千万不要打头，千万不要打头！喂，江脸。沈教授，这是干什么？沈教授，这是干什么？沈教授，你刚才的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答辩程序。沈教授他怎么能直接摔手机啊？要是真没问题，他至于这么怕接电话吗？关门弟子这件事，肯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对，沈教授心虚太明显了。沈教授，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沈教授，你为什么阻止这通电话？你在害怕什么？我没有害怕，我只是不理解江脸这样居心叵测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无限质疑我的学生宋叶礼。你说的这句话根本就站不住脚。如果刚刚那通电话打通了，恰恰可以让顾院士为宋叶礼证明，可你偏偏出手阻挠。我承认，刚才我情急之下确实做了不当的举动，但是我也是护犊心切，江脸一次又一次的这样针对我的学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疯女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任由他继续墨迹下去？找到了。喂，顾院士。顾院士，抱歉以这样的方式打扰到你。你是哪位啊？我是阿莲的朋友。今天的答辩现场出现了一些必须向您本人核实的情况。宋燕礼，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个学生，打着我的名号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没错，顾院士，您的名字已经当众用来为这个人背书。如果今日不澄清，难保日后宋燕礼
不会继续打着您关门弟子的名号搅动风雨，到时候只会伤到您一辈子的学术清誉。我知道了，我绝对不会让这种荒唐的事情再发生。所以我才冒昧联系你，今天的事情必须由您亲自出面才能说清楚。答辩会还在进行？是，人都在。都在。备车。是。我现在就过去。他来了。他来了。江烈，你叫什么？闹了这么大一圈，结果呢？杨教授，我承认您或许很厉害，但是有人护着的感觉真好。看样子，你们今天是笃定胜利者是你。立刻出发，少一大。是。当然，燕里是我的学生，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捣乱。谁要是敢对他动手，就别怪我不客气，哪怕是我丈夫。既然如此，关于宋燕里同学的博士答辩，我提议允许通过。可是沈教授的表现明显异常，这件事只怕有问题。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总不能空耗在这里吧？各位，闹了这么久，大家也都累了，我想是时候做出决断了。既然顾教授的电话打不通，那么这份培养文件也就无从验证。当然，它本来就是真实的。沈书院，我真的很好奇，当你见到顾院士的时候，你的脸上会呈现出怎样精彩绝伦的表情？你在说什么疯话？你觉得顾院士会为了这样的小事亲自赶过来一趟？更何况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更何况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既然各方的意见都已充分表达，关于宋燕里同学的博士答辩，我提。江莲，闹够了没有？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没空陪你瞎折腾。我不反对，我就是想最后再确认一件事情。沈书院，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确认，宋燕是否是顾崇明院士亲自收下的关门弟子？当然，我沈书院愿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会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江教授，您或许觉得不服，又或许觉得我不配，但事实就是这样。顾崇明院士亲口承认的唯一关门弟子是我，而不是你。好，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开门。那么，关于宋延礼同学的博士答辩结果，是顾院士。我什么时候收了你这样的学生？我什么时候收了你这样的学生？顾老，您老怎么来这里了？有失远迎了。顾院士，这确实是我起草的科研培养计划，但是是我交给江脸的，而不是你。那这是怎么回事？这上面怎么写着宋燕礼的名字？沈教授，你和江教授是夫妻，莫不是你暗地里拿了江教授的东西，在上面签了你学生的名字？我准是这样，没错。沈教授也太过分了，哪有这样胳膊肘往外拐的？拿属于自己丈夫的荣誉去给自己的学生抬轿？顾院士，你给我解释。没什么可解释的，我虽然年纪大了，心还不毛。你刚刚说的话，我在门口听得一清二楚。宋延礼学说诈骗，你作为导师失职失德，像你这样的人一大不接受。什么意思？你们被开除了。开除？不，你们不能开
除我！江莲，这学生是我没有教好，让你受气了。但是现在这么多人，你也不忍心看着我被开除，对不对？快替我求求情啊！老公，我知道你最宠我了，无论我犯了什么错，都会替我扛下来的，对不对？快跟他们说，让他们不要开除我！阿莲，我们是夫妻啊，不能这么绝情，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被开除。活得这么楚楚可怜，你们说阿莲会心软吗？你们知道舔狗和男人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吗？女人一哭就没有原则的是舔狗，女人背叛绝不回头的是男人。江脸哥哥才不会当狗。江脸他爱的时候全心全意，不爱的时候只会决绝离开。阿莲，这些日子我不该跟你作对的，我知道错了，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是你的妻子，你说过你爱我，你会保护我的，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求求你替我求求情，让我留下来好吗？沈书月，我今天过来不是跟你斗嘴，而是送你下台。我不会也不可能为任何违反学术伦理的行为求情。可是你是我的老公啊！何止啊！被你蓄意买凶的人是我，被你偷窃剽窃的人也是我，被你背叛的人还是我。沈书月，我没有你那么贱，我对你，我问心无愧。沈书月，多行不义必自毙，怪不了别人，没有人有义务替你收拾你惹出来的烂摊子。你们是谁？是江脸的4个追求者，他是我的老公，惦记别人的丈夫，要不要脸？你倒是提醒我了，还有件正事忘了，签了吧。小脸，你要跟我离婚？理论上江脸不会亏待你，但鉴于你出轨在先，我作为他的财务管家，自然不会多给你1分。净身出户，不介意吧？找时间把它签了吧。江脸，我不同意！你休想！我注定不会跟你离婚的！老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明明是一桩小事而已，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怎么办啊，老师？我现在毕不了业，前途全都毁了，而且现在名声也臭了，我该怎么活啊？既然学校里那几个老东西这么对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老师，你的意思是还有回旋的余地？知名男教授答辩现场逼晕男学生，这标题怎么样？你是说你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到网上？没错，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实名举报教授江脸仗势欺人、学术霸凌，还要告诉网友他嫉妒你有才华，故意毁掉你的前程。可是网友们会信吗？你只要足够惨，足够可怜，就会引起他们的同情。反正网友们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只要知道你是处于弱势的那一方就够了。大家好，我叫宋彦礼，是医大的一名学生。我实名举报医大教授江脸长期对我进行学术霸凌。我和我的老师沈老师只是普通的师生关系而已，但是没想到江教授会这么的在意，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不停的针对我，不停的打压我，还让我毕不了业。上个主持教授就能就义毁人前程，心理变态啊！就这么见不得自家老对学生好点，自己人老发福，拴不住老子，就天天一想欺负男学生什么的，真他妈恶心好吗？别整天祸害学生行吗？江脸滚出医大！谢谢，
感谢大家，感谢网友们对我的支持。他脸皮是钛合金做的吧？我早知道那天我就该把他的牙打碎，再把他的舌头拔了。他的话术是标准的舆论引导模板，他在利用不明真相的网民来网暴案。他怎么好意思啊？现在是怎样？就全凭他一张嘴就可以随意抹黑诋毁阿莲了吗？看够了吗？现在轮到我，你要干嘛？他直播间。我去趟洗手间啊。物理消音，让他闭麦。爽了。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如需留言，请在低声后留言。阿莲，你别不接我的电话好不好？我知道你还在生气，但是夫妻之间哪有隔夜仇？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肯定也不会舍得不理我的，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我们刚结婚那会儿，我惹你不开心了，你的气也是很快就消了的。你还跟我说过，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儿，你都不会不管我的。阿莲，你那么厉害，以你的分量，你的人脉，谁会不给你面子？学校那边只要你站出来说一句话，事情就能压下去，你就帮帮我了，帮帮我跟燕里回到学校吧。我跟燕里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你要相信我。等你帮我跟燕里回到了学校，我一定找时间好好跟你聊一聊。我知道你就是太爱我了，才没有安全感，一时赌气之下说出来离婚的话，那些只当是你情绪上头说的气话，我一听一听就过去了。阿莲，我知道你爱我，你舍不得我，你不可能不要我，你永远永远都不会跟我离婚。你永远永远都不会跟我离婚的。他是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他在想什么啊？真以为江脸那么好骗吗？觉得自己可以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了？他以为江脸爱他，对他好，就可以为非作歹，恃宠而骄。但他不知道，一个人的爱意是有限资源，被消耗完了就没了。爱是相互的，他呢就想着一味的索取和利益，真是个娼奴。刚好，听听吧。懒得听，你就不想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我没兴趣。那我们继续。继续。从刚才听完了沈书院的留言，我更加确定了一件事，就是他不可能乖乖的签了离婚协议，所以我建议直接起诉，和他法院见。起诉的理由就是他有婚内重大的过错，我有信心可以打赢这场离婚官司，让他一败涂地，到时候他想不离都不行。我也有信心保全阿莲的财产，让他一分都捞不了，净身出户。证据交给我，我会整理所有沈书院出轨的证据，保证全面。那我就去盯着他和那个奸夫，一旦有任何动静，第一时间通知。怎么样，安莲？可以，告他吧。OK。可以了，起诉的材料已经提交，今天就可以立案，并且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条件。这个婚离定了。果然，男人就是狗，只要训得好，就会乖乖听话。不可能，这不可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郎家，他肯定是故意吓我的。沈女士您好，我是你的律师，您的先生江脸
今日已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请您做好应诉准备。我为什么要准备？我们是合法的夫妻关系，我不同意。只要我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这婚就离不了。不是这样的，沈女士，我需要纠正你一个认知，离婚不一定要双方签字，只要一方起诉，法院就必须立案、开庭、审理。如果法院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即便你不同意，也会判决离婚。什么感情破裂？我们只是吵架而已。一般会被法院判定为感情破裂的行为，包括不限于婚内出轨、严重不忠行为。沈女士，你是否有过这些行为？如果有，会涉及到我的财产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总不可能什么都不给我吧？我要求90%的财产作为补偿。关于这一点，我也必须提前告知你，如果法院最终认定你存在婚内重大过错，那么在财产分割上，你将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严重情况下是有可能少分甚至不分。不可能什么都没有。老公，这些可都是我们的家产了，都归老婆管。你就这么相信我呀？这里面可有几千亿的资产呢。都给你。那我就替你好好保管。密码是什么来着？我生日，他生日，结婚纪念日。还好，都还在。按照法律规定，这些东西都已经提交备案。接下来我的任务就是保存这些东西，不让它分走一分一毫。阿莲，还是你聪明，知道提前把这些文件拿回来。沈书燕那种货色，肯定在开庭前就想着转移财产，说不定现在已经卷款跑路了。我真想亲眼看看他打开那个文件袋的样子。当他发现那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我们换成了白纸，会不会直接疯掉？老师，这是什么？钱，这里面是江莲所有的资产、房产、项目、基金、股票、信托、手术，价值几千亿。啊！那现在怎么办？叶里，你听我说，江莲要跟我离婚，明天就要开庭了。我要是败诉了，很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所以，你现在立刻订张出国的机票，只要人和文件能够出国，这钱他们就追不回来了。那老师你呢？我留下跟他们打离婚官司，只有这样，
才能够拖住江离，他们就只会盯着我，不会有人想到你已经带着钱走了。我们这算不算血管潜逃啊？你确定不会出事？不会，只要能够顺利出境，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到时候我就想办法脱身，再去找你。有意思，宋燕里订了张机票，国际航班。等等等等，沈书院不会是要让他的小情人跑路？带什么跑？带着一坛白纸。不过你们放心，他跑不了，我已经标记了这趟航班，他登不了机。动作这么快？因为他用的是江连副卡。没见过这么送人头的，这哪里是跑路啊，简直就是在自投罗网。明天我亲自去机场把他给我抓回来。好了好了好了，各位提醒一下，明天正式开庭。终于走到这一步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们速战速决。我不想再浪费我的人生，哪怕是1分钟，在这些烂人烂事身上。江莲，江莲，我没想到你这样闹到这一步，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竟然要拿到法庭上解决。现在才开始谈感情啊，不觉得晚了吗？你真的要让外人看笑话？喂，你现在才是那个外人，我们一起的。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同意离婚。没事儿，法官同意就行。你真的要这么绝？你忘了吗？是我陪你走过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你真的舍得不要我？那你难道忘了你是怎么对他的？轮得到你说话吗？阿莲，这些日子我们的感情是出了一点问题，但是你相信我，我会改的。我们和好吧，好不好？就像以前一样。大可不必。你会后悔的。我后悔的是没有早点来。现在开庭。原告江莲，您是否坚持离婚诉讼请求？是。被告沈书院，您是否同意离婚？我不同意。我们只是夫妻吵架，没有感情破裂。他只是一时冲动才提起了离婚。原告，你是否愿意进行庭前调解？我不接受任何调解。请原告律师开始陈述。原告起诉离婚，理由明确：第一，被告存在婚内重大过错；第二，夫妻感情实际破裂；第三，双方无继续共同生活基础。我不同意这些指控，说我有过错，证据呢？请注意言辞，本庭会给予你完整的陈述机会。鉴于双方争议较大，本庭先进入举证阶段，请原告方提交第一组证据。法官大人，这第一组证据是用于证明被告确实存在婚内重大过错。首先，请大家看看这组视频。法官大人，这一组视频是被告与第三者宋燕他们的监控录像，视频来源于行车记录仪。该时间段内，被告对原告声称自己在学校加班改论文。为了大家的眼睛着想，接下来的视频过分了吧？这个是播放，毕竟尺度不小，伤风败俗，有辱私我。我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这是人工合成的。被告还真是法盲，
身为律师，我友情的跟你科普一下，今天我们所提交的所有呈堂证供，均已经过事先校验，确认为真。接下来的这份文件是通过调取酒店后台沈书院的开房记录，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在被告与我们原告的婚姻存续期间，他与他的第三者宋艳丽共计入住174次。被告多次以教学、科研为由，向我的原告隐瞒自己的真实行踪，并且和自己的第三者宋艳丽长期保持不正当的亲密关系。法官大人，根据我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沈书院在婚姻期间存在重大过错。我跟宋艳丽，我们是正常的师生关系，我们是去过酒店，那只不过是我们在酒店里进行研究论文而已，并不是像他们所说发生不正当的关系。至于这一段，是我那天不小心喝多了，一时意乱情迷之下犯了错误，这只是一次失误而已，不能证明我长期出轨。被告的这套说辞其实非常经典，但我必须再纠正你一个法律概念，在离婚案件中，我们并不需要证明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只需要证明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显的超出了师生以及社会公序良俗范围。深夜密闭空间长期同住累计174次，法庭不会相信一个已婚女导师和她的男学生需要在5星级酒店里面研究论文174次。你这是恶意诽谤！我这是事实推定。而且被告似乎忘了，你长期反复对原告撒谎。请看，同一时间，我们查到了沈书院的开房记录。如果你们真的是清清白白的研究论文，你为什么要撒谎？况且什么样的论文一定要去酒店研究？家里不行吗？学校不行吗？法官大人，综上可知，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长期与他的第三者宋艳丽保持不正当亲密关系，严重违背了配偶的忠实义务。第一轮证据陈述完毕。原告方是否准备好第二组证据？法官大人，我准备好了。接下来这组证据与感情有关，更与金钱有关。这是沈书院的银行流水。被告沈书院在婚姻存续期间，长期使用原告江脸的账户进行消费。第一类，高频转账，可以看到收款人都是宋艳丽，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备注包括生活费、辛苦了、奖励。我是导师，我有培养学生的权利，这些不过是我给宋艳丽的资助而已。是导师还是金主，相信我们大家心里有数。第二类，私人消费，沈书院多次出入奢侈品店，购买男士鞋、包、高定西服，这些物品均不是被告本人使用，反而出现在了宋艳丽身上，她佩戴的都是账单的对应物品。宋艳丽家境贫寒，我作为导师，我得添这几件衣服怎么了？只是几件衣服吗？接下来第三类，大额礼物，被告沈书院赠与宋艳丽一辆价值800万的跑车和4块分别价值150万的腕表，这些你又怎么解释？你不必解释，我只是提醒你，沈书院，你为宋艳丽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你与江脸的夫妻共同财产，我们有权全部要回来。法官大人，也就是说，被告沈书院不仅婚内出轨，还长期系统性的挪用配偶的财产，供养第三方的私人生活。在胡说什么？我们是夫妻，他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我花钱有什么问题？被告，请注意法庭秩序。因为它不是你的 ATM 提款机。通过第二轮证据陈述，本庭注意到，被告人使用财产上存在明显的不当行为。
法官大人，我再补充说明一点，很简单，在这个家里，从头到尾都是江脸在赚钱。你放屁！我是教授，我也有收入。是，你有收入，你的收入、工资、课时费、津贴，全部加在一起，连你给宋艳丽买的一块表钱都不够。而江脸呢，科研项目分红、专利转让费、企业技术顾问费，这些构成了家里的大头收入。也就是说，钱是江脸赚的，家是他养的，你花的钱也是他给的。我是他老婆，我花他的钱天经地义。可你拿着这些钱不是用来过日子，而是去养另外一个男人。所以我方认为，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被告不具备任何分割条件。我方认为，第一，婚内财产全部归我方原告个人所有，被告净身出户。第二，要求被告归还所有擅自挪用用于第三者的全部款项。说白了就是沈书院吃到肚子里的全部都要吐出。沈书院吃到肚子里的全部都要吐出。江脸，你这是要逼死我吗？被告，请保持冷静。通过第二轮陈述，本庭将重点关注被告人恶意侵占、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鉴于本案情况，本庭将继续进入下一组证据的审理，请原告方提供第三组证据。法官大人，第三组证据与感情、金钱无关，与违法行为有关。你胡说！肃静。被告沈书院和他的学生宋艳丽一同剽窃了我方江脸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份文件里有一大个教授的联合声明，证实了沈书院的学术不端。混蛋！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共同研究，他的就是我的，我挪一下怎么了？除此之外，沈书院和宋艳丽还在网上大肆传播不当言论，侮辱抹黑我方江脸，对江脸的名声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我方要求被告沈书院还有宋艳丽在全网公开道歉，并澄清事实真相。做你的春秋大梦。除此之外，如若沈书院仍旧执迷不悟，我方要求起诉并赔偿名誉损失费和精神损失费，共计2亿元人民币。2个亿？你疯了！2个亿？你疯了！疯了的是你。法官大人，接下来的部分性质更恶劣。不久前，原告江脸曾遭遇一起非意外交通事故，事故地点在学校门口。根据监控显示，肇事司机是有意冲着我方江脸而来，而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当天司机的账户上收到了一笔转账，来自沈书院名下的账户。我没有，不是我。被告，请冷静。这是一起蓄意谋杀，一个妻子竟然花钱买凶，想谋杀自己的丈夫。法官大人，我们提出离婚的诉求过分，你能想象自己的枕边人竟然想要杀害自己吗？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涉及刑事风险，若属实，被告将被移至公安机关。原告，你是否还有补充？没有。我希望法庭尽快完成庭审，早日与被告一刀两断。鉴于双方已完成全部举证，现法庭进入最后陈词阶段，请原告方陈述。沈书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江脸已经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当你在外面风花雪月的时候，他在实验室里面熬夜做实验为你兜底。如果不是这些年他把他的论文成果给了你，你以为你能坐稳教授这个位置？你之所以活得体面，不是因为你多优秀，而是江脸他把所有风险都挡在你前面，但你似乎从来不曾珍惜，也不曾感恩。情感背叛可以说是不爱了，
我相信你，如果对江莲坦白自己变心了，他不会怪你，他会大大方方的放你离开。可你做的是欺骗利益，甚至不惜毁了他，你根本就不配站在妻子的位置上。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就应该知道你有多对不起这个男人，亏欠了他多少。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你所拥有的一切，名誉、地位、生活条件，都是建立在江脸的长期付出之上，而你却可笑的觉得他们是理所当然。时间到，被告，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阿莲，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一次背叛，终身不离。本庭宣判，鉴于被告人沈书院婚姻存续期间存在婚内不正当关系、恶意侵占并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以及涉嫌刑事犯罪的重大情节，沈书院婚内重大过错成立，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江脸与被告人沈书院离婚；二、婚内主要财产归原告江脸所有，被告沈书院需依法返还其擅自挪用并用于第三者的全部款项。三、涉及刑事部分，立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宣判完毕。一定有办法，一定还有办法。叶里现在应该已经到国外了，只要我能逃出国，他们就不会拿我有办法。到时候，我就跟叶里拿着江脸的钱，再也不回来了。好，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啊，怎么回事？你是在找他吗？不可能！你们怎么会？你们怎么会？西西，干得漂亮！没费什么劲，刚过安检就被我给抓了。跑得够快的。你们凭什么？放开他！还个人！哦，提醒你们一下，你们别想着跑，你们现在已经被限制出境了。你说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你刑事犯罪，小姐，你但凡有点脑子，就应该想到，你们怎么可能跑得掉？乖乖等着公安传唤吗？我们走吧。再见，再也不见。阿莲，恭喜你摆脱这些烂人烂事的纠缠。今天晚上呢，我们找个地方好好庆祝庆祝，不醉不归。老师，不，文件还在，我把它藏在衣服里了，他们没有发现。钱还在，我们还有钱。对，交钱还在。不可能！不可能！这假的，假的，这是假的！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没有离心，我都藏在衣服里了，怎么可能会是白纸？我们被耍了，你还不明白吗？完了，彻底完了。
别扯。喂，燕离，我的房子被封了，车也没有了，我现在没地方去了，你能不能来接我去你家？你现在在哪儿？就在别墅门口。老师，这恐怕不太方便啊。什么不合适？我现在住这个房子是跟别人一块合租的，不太方便带外人回来，要不然室友会介意的。燕离，我真的没有地方去了。哎呀，老师，我这会儿还有急事，先不跟你说了啊。燕离，燕离哥哥，说实话，到底是我好，还是那个老女人好？她也配跟你比？那个女人又老又端着，每次一碰她，都跟做学术汇报一样，无趣的很。那你之前还天天扒着她？那之前可是没办法，谁让她有钱又有资源，还能在学校里照顾。但现在可不一样，她什么都没有，跟个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起，说不定啊，还要被判刑进监狱。我还得赶紧避着。你能央起她？他要是知道你这样说，那不得气死我？让他听见又怎样？我怕他还不是？说，怎么不继续说了？你谁啊你？你是怎么进来的？怎么进来的？当然是用你给我的密码进来的。哦，我说呢，原来你就是那个老牛吃嫩草的老女人。宋燕离，你平时就是这么形容我的？这些话你敢当着我的面说吗？既然你都听见了，索性我也就不装了。你以为我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不就是看上你的学术资源吗？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我真的会爱上你？拜托，各取所需罢了。你要我的年轻肉体，我需要你的学术资源，咱们两个人公平公正，互不亏欠。公平，互不亏欠。你看看我变成这样，到底是为了谁？那都是你自愿的，我可能别道德绑架我。宋燕离，你怎么能这么狼心狗肺？我为了你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一切，而你放着无家可归的我不管，和别的女人在这儿灌床单。恰恰就是因为你现在这样，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还背上了一身官司。既然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啊？就是啊，燕雨哥哥，看他现在这个样子，看着都晦气。赶紧走吧，别在这丢人现眼。利用，一直都是利用。难道从始至终，你都是利用？你就没有爱过我，哪怕是一点？难道从始至终，你都是利用？你就没有爱过我，哪怕是一点？真是无聊的问题。回答我！没有，从来没有。好。
宝贝，咱们继续。沈书燕，你要干什么？沈书燕，你疯了！这就行。你你不是最怕别人知道你是怎么上位的吗？什么意思？我跟你的事情，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嫌我像狗皮膏药一样，想甩开我，我偏要紧紧缠着你，让你给我陪葬。沈书燕，你个疯女人！你们这是？洗干净了吗？洗干净了。医生说你前阵子精神高度紧张，需要补充电解质。我已经黑进了你们学校系统，帮你请了半个月的假，接下来这半个月不许工作。走，我把你往先走。还有，这个袋子里啊，就是各种维生素还有保健品，我负责监督你吃完。你们想要干什么呀？就准备管着我呀？对啊，你老婆没了，就缺个女人管着你。别提这些晦气的事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打赢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也谢谢你们，让我知道了什么叫被关心、被爱着。怎么突然之间说这些这么肉麻的话？风情万种的芳心纵火犯周大美女，也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啊。那当然，周雨，你故意的，什么好事都让你占。对啊，谁让姐姐就是比你多吃了几年饭呢？阿莲，饿不饿？哎呀，我还真有点饿了。交给我。我也去，我先打下手。不是，哎，你们几个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之前不都是我给你们做吃的吗？这些个女人呢，聪明着呢，知道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首先就得抓住男人的胃。这友怎么不听话啊？唐心，你是在投篮吗？这安全。你是安全了，这友都冲到我身上了。你们别吵了，好吃的土豆。土豆做错了什么？至于被你这样分尸吗？行了，都出来吧，给我吧。不许过来！怎么有5个人补上？我怎么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谢谢。要不，还是点外卖吧。我同意。算了吧，外面不健康。你们等一下，我简单做点。哎呀，
这个男人连背影都这么性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唉，真是个有眼无珠的女人，放着这么好的男人不要，去出轨那个小白脸，真是不理解。咱们还得感谢他呢，要不是他不识货，阿脸就被他抢走了，还轮得到咱们？他一定会后悔的。这也太香了吧！来吧，开动吧。这和咱们小时候吃的一样。小的时候你们4个就说吃不饱吃不饱的，我就偷偷跑到厨房里给你们煮面吃，快尝尝，是不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一样，跟以前的味道一模一样。其实你们4个不用陪我，我没事儿。你不会以为我们留在你家是为了你吧？是我们不想回到各自空荡的家。自从长大之后，我们就分开了，现在难得有重逢的机会，我可不想浪费。和你待在一起比较开心。按你们那么说的话，是不是应该收房租啊？你敢？其实说真的，阿脸，有人陪的感觉怎么样？感觉是我终于不需要自己一个人扛了。以前觉得只要我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就不会麻烦任何人，这也是一个成熟男人的表现。那不叫成熟，那是自虐。那现在的你呢？现在我觉得有人陪着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哪怕就是简单的吃个面。大晚上的谁啊？你们买了什么快递吗？没事，你们快吃，我看看。是你，阿脸，你怎么了？或者说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我问了学校那边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以为我们只是闹了矛盾，所以我就找过来。沈小姐，这里不欢迎你。我想跟你谈一谈，我们之间还有好多话没说清楚。说吧。等等。怎么了，阿脸？我今天家里有客人，不方便接待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可是，沈小姐，这里已经不是你家了，没有随意进来的道理，希望你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请自来，挺越界的。我知道，我只是想跟你说几句话。如果为了复合，你不用说了；如果为了道歉，我听够了；如果是为了求情，那你找错人了。阿莲，如果连这些都不能说的话，那我还能说什么呢？说再见，告辞。阿莲，对不起，阿莲，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你说的对，以前我向你道歉、求情，都不过是为了我自己，为了不失去你，为了继续利用你。以前我总以为你对我好是理所当然的，照顾我、纵容我、替我扛事，我就真的以为那是你应该做的。也许真的应验了那句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我为了不值得的那个人，亲手把最宝贵的爱给弄丢了。我错得太彻底了，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你对我的好并不是我有多么的不可一世，是因为你好。阿莲，
如果我告诉你，我后悔了，我真的懂了，痛了，醒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那碗面是你做的，对吗？安莲，你知道吗？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跟你在一起那些看起来平平淡淡的日子有多么的珍贵，是我不懂得珍惜。我追求刺激新鲜感，以为那才是真正的爱情。阿莲，以前你爱我，为我付出，现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的爱你，补偿你？沈书月，你今天过来跟我说这些，我听得懂。你迟来的顿悟让我很烦，但可惜我不是来给你颁奖的。你后悔是因为你失去了，你后悔是因为你没有退路。你但凡今天还有别的选择，你就不会出现在这儿。我告诉你，有些门不是你想回头的时候它还在。我不恨你了，但我也不会再爱你了，我更不会再接受你。阿莲，可是我真的不能失去你，我求求你，你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学着一个人生活吧。再见。曾经狂奔舞蹈，阿莲，最热冷的湿的起伏花。你还好吗，阿莲？没事儿，都过去了。以后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不会再让你孤单一个人了。什么叫孤单一个人啊？我是离婚了，不能说不能再婚了呀。诅咒我呢？再婚？近水楼台先得月。阿莲，明人不说暗话，你看我怎么样？终于。来了来了，书月，伯父，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您跟伯母。是你？你来做什么？我是来跟您二位道歉的。我对不起江莲，也对不起你们。没必要说这些。你和江莲已经离婚了，正好你们也没有孩子。从今往后，你们彼此都当是陌生人，不必再来往了。伯母，你这是做什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和阿莲的感情是你们的私事，你找我们两个老家伙来说到什么呢？我想请你们帮我向江莲求情，我是真的知道错了，我是真心想挽回她的。不可能，我不可能替你联系他，也不可能替你说一句话。沈小姐不知道吧？当初阿莲要和你在一起，我就是1000个10000个不赞成的。如今既然阿莲铁了心跟你离了婚，我自然是去双手双脚支持的。可是阿莲明明跟我说，她的爸爸妈妈很喜欢我的。他那只是为了安慰你罢了。当初他为了你，一门心思要做什么大学教授，说这样就能永远保护你。我们家族几千亿的资产，他都不要了，还让我和他爸把家产都给你，说是作为聘礼。我不知道。咱家孩子就是个恋爱脑，这一点呢，随我。什么恋爱脑？
我看他就是个猪脑。我给他安排的4个童养媳不好吗？周瑜漂亮，赵萌贤惠，唐馨聪明，西西可爱，他选哪一个能错？哪一个会对他不好？哪一个会给他戴绿帽子？你都知道？你当我们老糊涂了？你做的那些事，我们不说，不代表我们不知道。对不起。舒远，我们不是今天才知道你们出问题的。你和那学生的事儿，那些风言风语，我们早都听说过。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让我说什么？说你背着我儿子乱搞，还是说你拿着我家的钱去养别的男人？行了，我也懒得跟你翻旧账，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也别再来打扰他。伯母，冷不冷？有点。阿莲，我冷。手给我。好点了吗？来，现在好了吧？这也差不多。吃花真漂亮。好漂亮的花呀！阿莲，你这是干什么？我没有戴戒指，我也没有选好餐厅，甚至连今天这个日子也不是特意选的。但我刚刚想了一下，如果我今天不说的话，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我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我一定会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你。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对，沈书月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教练，你那时候是真的爱我，把那份爱弄丢，人生若只如初见，该有多好。哦，江院士，今天依旧是晒的让我腿软呢。那是我的荣幸啊。都准备好了吗？需要再核对一遍吗？哎，没问题了，准备很充分了。我也准备好，看见你在台上大放异彩。你是最棒的，谁要是敢说你不是，我就砍死你。西西，低调点。话说，外面记者都在问一件事情，是吗？江教授至今单身，是把全部的事业献给了科研，还是说心里早就有人了？来了来了，终于啊，5年等到了这一天。这5年我们可都没逼你啊，但是在今天这种场合，你必须给我们个说法。所以说我们4个，你到底选谁？我什么时候说我要选谁了？你什么意思啊？江教授，会议开始了，准备上台吧。好。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放心，他跑不了。不管他选谁，我们事先说好啊，愿赌服输，其他人不许再纠缠。跟你们争了5年，我也是真累了。反正我不管，今天江莲她必须要做出一个决断。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本届终身贡献奖得主。谢谢各位。讲真的，我真没想到可以站在今天这个位置。我也曾把自己在某个阶段，把自己的人生过得一团糟，事业、感情、信任一起崩塌。但我也很幸运，我没有忘记前行。我遇到了一群人，他们在我人生当中最狼狈的时候陪着我，没有离开我，并不代表我有多厉害，而是我幸运，我遇到他们。所以今天的荣耀不只属于我，而是属于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陪伴我的每一个人。简直帅得犯规！你们说这像不像在公开示爱？江教授，您这些年经历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我想问，经历了这么多事，您对爱情和事业的看法有变化吗？或许爱情会背叛你，但事业，它永远不会。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就一定会得到多少回报。当然啊，我依然还相信爱情，我只不过不会把它当成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么，您是如何从背叛中走出来的呢？背叛教会了我做一件事，就是永远不要忘记前行，别回头。那些伤害你的人，那些伤心流的泪，那些黑夜里的痛苦，都将成为你变为成长之路上的勋章。现在的我，有热爱的事业，有信任的伙伴，有健康的自己，有无限的未来。所以大家勇敢前行吧，哪怕是慢点，没关系的，但不要忘记，永远别想着回头。感谢江教授精彩又真诚的发言，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收获颇多。接下来，请允许我们为江脸教授送上本次峰会的纪念花束。还有送花这个环节呢？你们看，他拿花的样子，像不像在被求婚啊？不对，是抢婚。那么，我宣布，今天的峰会到此结束。等等，我们有问题。你们几位是？我们是他的女朋友。江教授，这是真的吗？不是，他们开玩笑的。他们4个是我的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江脸，你还有问题没有回答呢？什么问题？我们4个，你到底选谁？我们4个，你到底选谁？不是，你们这属于当众逼婚吗？不敢，我们只是好奇。给个痛快吧，江教授。我真的不知道该选谁。那你说怎么办？要不这样吧，这束花，你们谁抢到了，再说吧。老娘今天给你们拼了！哎，你们能不能文明点？江脸，你是狗啊！啊！